嗨嗨，我是凯莉，说的凯莉。看来夜晚要开始了，月光照在窗台上，影子慢慢变扭曲。嗨嗨，我是凯莉。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位韩国网友投稿的亲身经历。这件事发生在他年轻住在老家的时候，那是一座偏远的乡镇，静静地隐藏在全罗道南部的一个郡里。这个郡地广人稀，总面积高达 663.35 平方公里，而如今的总人口数却只有区区的 37,149 人。或许这样的数字难以让人有具体概念，那么来做个对比吧。台北市的面积是 271.8 平方公里，不到这个郡的一半，但却挤满了248万人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家乡不是乡下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真正有点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而在这种地方流传的故事往往也特别的诡异。当时我才17岁，住在一座时常发生离奇事件的小镇。镇里的长辈世代相传着各种辟邪的方法，像是某些路灯天后就不能走，某些房屋的门槛不能踩，某些水域6点后绝对不能靠近等等的。这些规矩我们从小听到大，或许呢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总能勉强与那些东西和平共处。但是那一天，我们却忘了这些规矩。我记得那一天，学校为即将前往城市就读大学的学长姐们举办了一场欢送会，气氛热闹无比。我的好友彬恩提议，等活动结束后，就上几个朋友一起去河边游泳吧。毕竟呢，那个地方离村庄不远，平时我们也偶尔去那里玩水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于是一群人呢，就决定徒步前往。抵达的时候呢，我注意到河边立着一块破旧的木牌，上面用着红色油漆写着请务必在6点后立刻离开。字迹已经有点歪斜了，像是匆忙写上去一样，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些，看起来就像是斑驳的血迹一样。但是我没有太在意，觉得只是村里老人们的迷信说法。于是呢，我们就继续往前，期待着接下来的玩水行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太阳西沉，夜色正悄悄地笼罩着大地。然而我们依然待在河边，完全没有把警告当一回事。我们就这样在岸边聊天着。彬恩的表弟文佩更是兴致高昂，即使天色越来越暗，他仍然在水里游玩着，丝毫没有上岸的打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远方的树林里有个年轻男子缓缓地朝我们走来，他的容貌很俊美，皮肤苍白的不太自然，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，似乎正在打量着我们。当他抬起手朝我们挥了挥时，我心头莫名的升起一股寒意。我忍不住转头问彬恩：“那个人是谁？你认识吗？”彬恩皱眉看了几秒，摇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那名男子的步伐很轻，几乎听不到他踩在草地上的声音。而当他越走越近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突然僵住了，因为呢，我注意到他的脚趾之间有蹼，而且脚趾之间的间距异常的大，就像是水生生物那样。别人向他打了声招呼，但我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不知道是自己的错觉还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男子已经来到我们身旁，他微微的歪头，露出一个亲切的笑容，语气轻柔的问：“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你还好吗？”我勉强的笑了笑回应：“谢谢，我没有事。”但当我再次低头看向他的脚的时候，恐惧在我的心头炸开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他的脚指甲长而锐利，就像兽的爪子一样。我不敢再多看他的脚一眼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我压低声音对着彬恩说：“我们赶快走吧。”彬恩似乎也察觉到异样，点了点头。我们匆匆的收拾东西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那名男子突然就开口：“这么快就走，不再多待一会儿吧？”他的语气依旧和善，但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却觉得有种压迫感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死死的盯住了一样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的拉了拉彬恩的手，示意他快走。我小小声的提醒彬恩不要理他，即使我们装作没听见，
那名男子依旧不断地向我们搭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男生的声音突然变了变，他变得低沉、沙哑，还带着一丝阴森的笑意。你们知不知道当你们无视我的时候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你们逃不掉的。那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了。这一刻，我不再犹豫，拔腿狂奔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跑，我们始终没有离开河边。我们被困住了。我开始喘不过气，心脏狂跳不止，耳边只剩下蹦蹦蹦的心跳声。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我应该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我缩进一处隐蔽的草丛里，屏住呼吸，却听见那诡异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。你逃不掉的，小狐狸。我知道你刚才看到我的脚。当我抬头看向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露出一抹骇人的笑容。下一秒，我便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度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家中，父母和村里的巫师守在床边。我的父亲告诉我，村民们是在河边发现我的。可是当我问起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，他们却三缄其口。在那个年代，长辈总是对孩子闭口不谈这种事情，不管我怎么问他们，也丝毫没有透露半句。更诡异的是，文培不知所踪，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。而冰恩的手臂上则出现了一道像是被利爪抓伤的伤口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只是沉默不语，怎么也不肯说。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唯一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名男子最后的眼神，以及他露出獠牙微笑的样子。今日份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因缘际会之下收到这位韩国网友的来信，他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新奇。他说他也有很多关于他小时候村庄的故事可以分享，也许慢慢联络之下可以得知更多神秘的事情。大家觉得故事里的男人是鬼还是类似山中精怪的东西呢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每周六晚上8点半我们首播聊天世界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呢。那什么声音从房间黑暗角落传来，我心跳加速，勇气正一点点腐败。鬼故事反转，反转再反转，精不精彩，意不意外？恐惧让我来捕获，用你的灵魂都开你诉说，说来交换。鬼影闪，你下破蛋，别怕别怕，一切都只是传说怪谈。我身上最新鲜的恐惧，而你用灵魂来换，把灵魂给我吧，一切都拿来，不用担心该怎么办，灵魂交出来，怪谈跟你换。